这集来介绍伦敦，记得订阅起来才不会错过精彩的攻略哦。如果大家呢有看前面几集的冰岛自驾游，应该会知道我们去程、回程都是在伦敦转机，所以这集呢就简单记录下我们在伦敦的行程。我们在伦敦出门的时间呢加起来其实不到12小时，一起看看我们快闪哪些景点吧。第一站我们直奔大笨钟，接着沿着泰晤士河走走，拍拍伦敦眼。第三站我们去 Sky Garden 俯瞰伦敦的市景，影片里呢也会教学如何在官网预订免费进场的门票哦。第四站我们去造访可爱城堡风的伦敦塔桥，最后呢我们还杀去大英博物馆。这其实呢也是我第2次造访伦敦，这次虽然时间很短，但还是造访了3个餐厅，分别是 Burger and Lobster， 还有 The Mayfair Chippy， 最后是 Urban Doner Kebab。到底有没有打破我对伦敦是沙漠美食的印象呢？一起看到最后吧。刚讲1138 line， 饶舌了。这次我们在伦敦的交通呢都是搭地铁，不像以前呢要买交通卡，现在很方便，就是直接刷信用卡或者 Apple Pay， 记得进出站都要用同一个方式，同一张的信用卡哦。抵达伦敦的第1天的住宿，小巧可爱，还蛮干净的，然后感觉是蛮安静。厕所跟洗澡间的话是在外面。Burger and Lobster 算是我第1次访伦敦时唯一有印象的食物，再访呢还是觉得不错，但相比10年前的物价实在吓坏了，应该要涨了快1倍。现在看到每一道餐点呢大概是30到40英镑，台币大概就是1300到1500。小小的抱怨一下，英国的 Top Water 真的超难喝的，建议还是要去买瓶装水来喝哦。楼下就走来河边，
路过了2个要付钱的点，西敏寺跟西敏宫。西敏宫。西敏宫。西敏寺。然后现在黑到两大背光。大背光。应该。很多人对于英国的食物第一印象里应该都会有炸鱼薯条，但是呢，我之前呢大概踩雷过3次，鱼肉跟薯条呢吃起来又柴又噎，油耗味又很重，觉得天哪，怎么会有炸物无法解决的食物？那这次呢，我们是特地找了评价好的炸鱼薯条店来踩踩看。The Mayfair Chippy， 听说呢是有炸鱼薯条的天花板之称。我们来英国吃炸鱼薯条。然后这个要16磅，带回来开箱到底好不好吃？够，很大一块。我觉得2到3个人一起吃一份是蛮刚好的。蘸酱呢有3个口味，印象是塔塔酱、青酱跟咖喱酱。整体来说，鱼真的炸得蛮好的，很嫩也不会太油。薯条的分量呢真的给很多，前5根很好吃，但后面其实也会开始觉得有点腻。结论呢，如果大家真的想体验看看炸鱼薯条，唯一推荐就直接来吃这一间，然后不要抱太大的期望，就会像我一样觉得还可以啊。接下来我们要前往 Sky Garden， 出发前记得要先上官网来预订免费的门票哦。网址的部分呢，我会放在资讯栏。那预订的方式其实很简单，首先就是选择你要的人数，接着呢就是选择你想要前往的时间。那通常5、6日的傍晚呢是热门时段，所以记得要提早预约才能够在想要的时段前往哦。也提醒一下，一定要在预定的时间前往，如果迟到的话就没有办法再入场喽。这里呢，就是确认一下你所预定的时间有没有错误。如果没问题，就填写基本资料，最后按 check out 就可以喽。伦敦塔桥。我们也在另一边。我们现在在 Sky Garden。走在这条什么泰晤士河畔。这边也可以过去啊。是这样子跳吗？
最后这间呢是我们随意走进去购买的 K-pop， 好吃到我们吃了2次。虽然现在歇业了，但在尾声呢能够吃到热腾腾又好吃的食物，真的觉得瞬间都活过来了。也推荐给大家可以去找找附近是否有好吃的 K-pop 哦。我们现在在新加坡樟宜机场。如果从 T3要到 T1去看星耀樟宜的那个瀑布的话，从出关走外面的步道比较快，在里面坐 SkyTrain 不够绕的。对，忘去哪里？建议直接从 T3直接出关，然后就会按照那个什么指标就可以找到了。然后好像要先下去到 B1 才会有通道这样子，一直走就会看得到了。对，好啦，我们要回台湾了 ，Departure。你知道他都在看戏说台湾吗？为什么？他热爱戏说台湾。为什么？你就说这个戏热爱戏说没了，他就会学台语。我需要我学一点台语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订阅起来，对我来说是大大的鼓励哦。那我们就下集见喽。